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曼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不太一样的作品，初三的六一儿童节。它是一部 BL 小说，是今年新开的系列。其实本来没打算这么早开这个系列的，但最近太多心头爱的小说影视化了，作为一个10几年辅龄的读者，心情很复杂，所以决定把这个系列提前，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优秀的原著。前几天初三的六一儿童节开播了，那就从这部小说开始吧。这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作品，这个稿子写了3万多字，是做视频这么多年来最长的一篇。因为太爱了，所以就想把最微小的细节也分享出来，舍不得丢掉哪怕一点点。作者蛇蝎大大写群像太牛了，一部小说里最少能够拉出5对设定各异但又人设立体饱满的 CP， 4对男生1对女生，包含 BL、GL、BG， 白切黑，黑切白，年上年下，双向暗恋，替身文学，变性人，强制爱，有 BE 有 HE， 有永远忘不掉的白月光。这里每对 CP 甚至出场打酱油的小龙套都是有血有肉。更难得的是，这部小说里以港风黑帮为背景，黄赌毒俱全，但作者的三观却一直是积极正向的。每个角色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，重因得果，不会因为他是主角就开金手指。好啦，要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了。欢迎来到和初三和下六一的世界。这次的视频会分为6个部分，分别是1和初三出狱下大佬，2和初三进阶和影帝，3和影帝进阶和精英，4和精英进阶和财神，5和财神进阶和疯批，6和疯批变身和宝串。1和初三出狱下大佬。上个世纪80年的香港，帮派横行霸道，黑社会帮派之一的萧其堂蒸蒸日上。萧其堂的金牌打手夏六一奉大佬亲王的命令，开一家电影公司洗钱。女主是大嫂，男主是被威胁的当红明星。导演呢只拍过3级片，还缺一个文化人写剧本。马仔小马愁得不行。夏六一想了一会儿说，2年前城寨里出过一个大学生，放过鞭炮，找他。夏六一说的大学生叫何初三，是蛟龙城寨历史上第1位当代大学生。蛟龙城寨是香港著名的3不管黑色地带，北京、香港、英国政府都对他没有管辖权。这里鱼龙混杂，有无数的毒窟、赌场、色情场所。这里的人活在黑暗中，也挣扎在黑暗中。现在这片黑暗中出现了一名响当当的大学生，意义等同于古代穷山恶水的山沟里出了一位新科状元。何初三考上大学时，阿爸何牙一激动放了一串鞭炮，整个蛟龙城寨都知道何家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了。其实何初三和黑社会的渊源从出生就有了。何初三不是何牙一的亲生儿子，他妈妈沈佩佩当年是城寨数1数2的靓女，可惜沈靓女生瞎了一双美目，看上了一个没权没势的黑道小打手，还没结婚就大了肚子。怀到第4个月，小打手在一次斗殴中被人砍死了。沈靓女没想开，当天晚上大着肚子跳海自杀了，结果被一个路过的无照牙医给救了。牙医姓何，老婆跟人跑了，不介意给别人当便宜爹。沈靓女在何牙医的诊所里病恹恹地躺了6个月，生下孩子当天就去世了。临死前拉着何牙医的手说，孩子跟你姓何，千万别让他混黑道。何牙医为人正直老实，兢兢业业地把孩子拉扯大。因为孩子出生在大年初3，所以大名叫何初三，小名阿三，外号印度阿三。当然未来还会有一个人叫他何小瘪三、何小穷酸，那个人就是夏六一。何初三从小乖巧懂事，长成了蛟龙城寨一朵品学兼优的奇葩。这朵奇葩不仅纯洁温雅，还异常聪明，一路靠吃奖学金读完了小学中学，现在还考上了名牌大学。他本来有着清清白白坦坦荡荡的光明未来，却因为阿爸的一串鞭炮被黑社会夏六一记住了，从此和他纠纠缠缠大半生。何初三那天放学后正背着小书包回家，就被打晕套着麻袋扛走了。等再醒过来，就看到眼前坐着一位穿着黑色贴身背心的年轻靓仔，此人正是萧其堂的金牌打手夏六一。夏六一说自己要拍电影，让他写一个剧本。何初三看他态度还算温和，就说我是学金融的。刚说完前半句，后半句我不会写故事还没说出口，夏六一的马仔小马骂骂咧咧的进来了，
还拖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。那人欠了萧启堂的钱不还，夏六一一个吩咐，小马就废了那人一根手指。撕心裂肺的惨叫在屋里盘旋，何初三年轻纤细的小心肝吓得颤颤。夏六一坐回来又重新问了一遍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何初三呆若木鸡地说，我是学金融的，我会写故事。何初三认命的吭哧吭哧写剧本，想着早写完早解脱。这一天又在闷头奋笔疾书，突然听到一声六一哥小心，他下意识的一抬头，头顶一大团铁东西正朝他脑袋砸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夏六一迅速把何初三扑倒护在自己怀里，又一抬手硬生生的用胳膊把大铁物推了出去。何初三傻呆呆的埋首在夏六一怀里，温热的嘴唇蹭到了他胸前一处硬硬的小凸起。危险解除，夏六一脸色铁青的把何初三推了出去，开口就骂，蹭什么蹭，是奶啊！何初三此时还不知道那个小凸起是他以后最爱的小尖尖。夏六一身上都是伤，鲜血淋淋，一声女子刺耳的尖叫声传来，然后一个女人疯了一样的冲了过来，一把掐着夏六一的胳膊，一个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阿浩你怎么了？你不要死！女人叫夏小满，是夏六一的亲姐姐，而她口中一直喊着的阿浩是夏六一曾经的名字。夏六一和夏小满的阿爸是一个粉客，吸粉、赌钱、酗酒，是个恶棍。他们的妈妈忍受不了，生下六一之后就跟人跑了。夏小满只比夏六一大3岁，在别的孩子还在学说话时，夏小满已经开始颤颤巍巍地照顾弟弟了。家里没奶粉，就煮面糊糊喂弟弟，喂完饭就背弟弟出门晒太阳。恶棍阿爸自己不赚钱，就批捕小孩子去偷东西，偷不到就会往死里打。夏小满每次都会护住夏六一，自己却被打得下不了床。姐弟俩就这样过着烂泥一样的日子，直到快10岁那年，恶棍要把12、13岁的小满卖去接客。夏六一带着夏小满逃跑了，却被恶棍追到了。那一次，恶棍把他们堵在了巷子里，差点打死他们。路过的人都看着，但没有人来救他们。就在这时，青龙出现了，他救走了姐弟俩。那一天是6月1日，在内地是6·1儿童节，青龙就带着姐弟俩去吃了蛋糕。那是6·1第一次吃蛋糕。青龙问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女孩说自己叫小满，弟弟叫阿浩。小男孩当场就尖叫说自己不叫阿浩，阿浩是那个恶棍取的，他不叫这个名字。青龙蹲下去呵呵唧唧地问，那你想叫什么？小男孩斩钉截铁地说，我要叫蛋糕，那个东西好吃，我就要叫那个。青龙当时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点傻。小男孩最后还是没叫蛋糕，毕竟除了蛋糕之外，红肠也很好吃，鸡蛋也很好吃，总不能今天叫蛋糕，明天叫红肠，后天叫鸡蛋吧。最后小男孩改名叫6·1，因为他觉得遇到青龙的那一天是他人生第一次过生日，6月1日是他的生日，他就叫夏六一。夏六一叫青龙阿大，信誓旦旦发誓要一辈子跟着阿大，跟着阿大有蛋糕吃。姐弟俩就这样被青龙收养了。后来他们长大了，夏六一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对青龙有不一样的情愫，他感觉到青龙对他也是不一样的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小满偷偷和他说，他喜欢上了青龙，他想嫁给青龙。小满是他最重要的人，他想要什么自己都会给他。没过多久就是夏六一20岁的生日，青龙问夏六一想要什么，夏六一说，我想要小满做我大嫂。青龙问，那你呢？夏六一说，我是你的马仔，一辈子跟着你。青龙掩饰住眼底的情愫，娶了小满。夏六一以为这是他们3个最好的结局，青龙是大佬，小满是大嫂，他是马仔，他们会这样过一辈子。可是结婚后没多久，小满就得了抑郁症。小满感觉出青龙不爱自己。一开始小满以为青龙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直到后来他隐隐觉察出青龙心底藏着的人可能是。这一天夏六一正在熟睡，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，夏六一从噩梦中惊醒，出事了。小马急匆匆的来通报，说青龙和小满吵了一架，小满捅了青龙一刀，青龙被紧紧送进医院了。夏六一赤着脚就要往医院赶，小马跟在后面欲言又止，说小满捅完一刀后受不了刺激，从别墅楼顶跳了下去。夏六一愣了好久，路的尽头是分岔口，往左是小满跳楼的别墅，往右是青龙受伤的医院。狠狠喘了一口气后，夏六一狠狠一打方向盘，去了左边。他选择了小满，可是最后他2个人都失去了。赶到别墅时，小满已经盖上了白布；赶到医院时，就见青龙胸口和腹部插着他的青龙双刀。
那是他20岁时青龙送给他的礼物，他们被人算计了。萧七堂的副堂主许应冲了进来，指认他杀了青龙，定罪他是萧七堂的叛徒。萧七堂全体出动捉拿夏六一，谁杀了夏六一奖10万。一群黑帮小弟冲向夏六一。这一天晚上，何初三背着小书包准备去自习室，走在一个巷子里时，却被一个什么东西绊倒了。刚想爬起来，一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是一路且战且走重伤了夏六一。摸到一个熟悉的破破旧旧的书包后，夏六一确定了眼前的人就是何小瘪三，立马放心昏死在了何初三的背上。何初三背了一个血淋淋的黑道大佬回家，差点把阿爸和牙医吓到脑溢血。父子俩手忙脚乱的救人，夏大佬就这样在何家住下来养伤，顺带被整治了满口牙，从此对何阿爸毕恭毕敬，不敢造次。在何阿爸的撑腰下，何初三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，照顾夏六一的同时都开始使唤人了。六一哥，你抬抬手；六一哥，来翻个身；六一哥，腿分开些，擦不到屁股缝，前面要擦吗？六一哥，起来撒个尿吧，我现在要出门上课，不撒的话就要等到晚上了。有火不能发，夏六一天天挠床，何初三家的床单都被挠出了洞。这一天，何家大门被一阵猛捶，夏六一立马警觉地坐起身，却发现何初三靠在他没受伤的肩膀上睡得正香，一只爪子从后面搂住他的腰，另一只爪子居然压在他的胸口上，手指还夹着他的小尖尖。夏大佬这个位置十分敏感，当场脸爆红，一巴掌把何小瘪三扇醒了。何小瘪三一连救了夏大佬2次，夏大佬大发善心的收他做马仔，不料却被拒绝了。何阿三谨记何阿爸的教育，不入黑社会。不过何初三虽然不入帮派，却发挥了自己编剧的优势，化身何影帝，陪夏六一演了一场戏，成功调出杀害青龙大佬的凶手许应，还夏六一清白。但许应临死前的话却让他们后来波折数年，甚至差点因此走散。许应临死前贴着夏六一的耳朵说，你知不知道我提着你的刀进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，小六是我的错，你不要自责。夏六一，你这个下贱东西，我要你永远都不知道青龙是怎么死的。许应死了，夏六一洗尽冤屈，成功当上了萧七堂的龙头。另一边何初三却有些睡不着了。夏六一救过他2次，他也还了2次，按理说已经偿还清了，两人应该再无瓜葛。可何初三却没办法将那个黑色的身影从自己脑海里剥离。夏六一是无恶不作的黑社会，带给他一段压抑血腥的回忆，可同时也带给他一种血腥不屈、热烈而鲜活的触动，就像涨潮时汹涌的海水，啪啪啪地拍打他的心脏，在那里留下深长的刻痕。无论他怎么努力去抚平，都会在想起那个名字的瞬间，听见耳朵里潮水嗡鸣的拍击声。或许逃不开那个人了。何初三发出无奈的一声长长叹息。何初三猜的没错，他要和这个黑道大佬开始一段无休无止的纠葛了。这次之后，夏六一隔三差五的派人开车去接何初三，不少同学都暗自揣摩，何初三是被半山别墅某富婆给包养了吗？也不怪大家这样猜测，何初三今年22岁了，宽肩长腿，个子高挑，眉目清朗，腼腆又纯真，不正是富婆们最中意的小白脸外貌吗？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接走何小白脸的不是富婆，是富公，还是战斗力爆表的黑道大佬。夏大佬教何初三打台球，带他去吃鸡包，不想吃鸡包这天出了事，遇到了死对头，双方动了枪。回去的路上，何初三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，你下次能不能别带我到这种地方？你们黑社会之间的这种事儿，我不想参与。这话伤到夏六一了，在发火之前，他把何初三赶下了车。不过没过一会儿，他又见到何初三了，还很瘦弱的背上背着一个人，正摇摇晃晃往前跑。何阿爸生病了，何初三正急着送他去医院。夏六一二话没说，开车送他们去了医院。看着手术室的灯闪烁，两串眼泪从何初三的脸上滑了下来。夏六一硬邦邦的心柔软了一下，把人揽在怀里安慰说，别哭了，撑着点。何阿爸的手术很成功，夏六一准备离开，何初三却拉住了他的袖子，轻轻说，六一哥，其实晚上我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看见他们用枪指着你，很害怕，我不想再看见你受伤的样子了，
一想到你那样，心里就很难过。这一天过后，夏六一总感觉有点不对劲，觉得何初三那天晚上说的话不对劲，说话时的眼神也不对劲。他安慰自己，何初三对自己应该是兄弟情深，毕竟自己救了他2次，还救了他阿爸，他对自己示好是情理之中，肯定是自己太敏感了。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男人跟男人的暧昧？这边夏大佬自我 PUA，另一边何阿三已经准备开始追爱路。